在这个充满正能量的盛世中国，我们又一次见证了一个荒诞的故事。一位善良的路虎女士，只因为急于就医，不得不做出一些小小的违规行为，却遭遇了一个可怕的老实人的蓄意刁难。更可悲的是，这个老实人竟然还是一位退伍军人。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退伍军人是如何欺负我们可怜的路虎女士的。青岛警方的通报简直就是当代文学的巅峰之作，他用细腻的笔触将一个弱小女子遭受不公对待的悲惨遭遇描绘得淋漓尽致。让我们来欣赏一下这篇充满人文关怀的大作。通报作者仿佛化身为新时代的司马迁，用春秋笔法将路虎女士塑造成一个有血有肉的小人物。他告诉我们，路虎女士曾经是个茶叶店老板，还做过个体运输，多么励志啊！这哪里是什么嚣张跋扈的路虎女，分明是一个为生活奔波的普通劳动者。通报中还特别提到，路虎女士是去医院就诊的，这个细节太重要了。你看，人家是病了要看病，这么着急，逆个行怎么了？难道让一个柔弱的女子忍受病痛的折磨，就为了遵守一些无关紧要的交通规则吗？最精彩的部分来了。通报告诉我们，路虎女士本来想乖乖退回去的，但是那个可恶的退伍军人，不，应该说是个体经营业主，居然步步紧逼，不让路虎女士并线。这还有天理吗？路虎女士这么善良，都主动要退了，你还咄咄逼人，这不是欺负人吗？分析通报内容，我们开源发现，字里行间都是对弱者的关爱。让我们进一步解读一下这份充满温情的通报。通报细致入微地描绘了路虎女士的背景，曾经经营茶叶店，做过个体运输，现在无固定职业，多么艰难的人生经历啊！从白手起家的小老板，到现在的无业游民。这哪里是什么嚣张的路虎女，分明是一个被社会无情碾压的失业者。我们难道不应该对她多一些同情吗？事件经过更是令人心酸，路虎女士不得不逆行，为了看病啊，兄弟们。然后那个冷血的退伍军人居然不让路，结果可怜的路虎女士被逼无奈，只好撞了一下大巴车。你看看这得多么绝望，才会做出这种行为啊！处理结果更是让人义愤填膺，路虎女士被顶格处罚。天哪，这个社会还有没有一点同情心了？一个可怜的失业女性，就因为着急看病犯了点小错，就要受到最严厉的处罚。更过分的是，还逼迫人家写道歉信，这简直是无情地践踏一个柔弱女子的尊严。看完通报，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总有人为难善良的路虎女士？为什么路虎女士就不能顺利的并线呢？肯定是那个退伍军人太霸道了。人家一个女司机，你一个大男人，让路会死吗？那个退伍军人到底安的什么心？人家路虎女士都主动要退了，你为什么还要咄咄逼人？这不是存心找茬吗？关于道歉信，我们要问一个严肃的问题，路虎女士真的需要道歉吗？难道被欺负的人还要向欺负她的人道歉？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胡女士真的需要道歉吗？难道被欺负的人还要向欺负她的人道歉？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让我们来分析一下时间线，退伍军人是怎样一步步把善良的路虎女士逼上绝路的。让我们来看看这个悲惨故事的时间线。8月28日，路虎女士只是想去看个病，却遭遇了人生最大的不幸。8月29日，路虎女士被传唤，多么可怕！一个柔弱的女子，因为着急看病犯了点小错，就要被带到警局。8月30至31日，路虎女士被迫写下屈辱的道歉信。这个社会还能再残酷一点吗？看到这里，我们的心都碎了。一个善良的女子就这样被社会无情的践踏，而那个所谓的退伍军人却逍遥法外。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吗？这就是我们引以为傲的公平正义吗？被打男子的问题才是最可怕的，为什么要做一个让人讨厌的老实人？在这个弱肉强食的社会里，那个可恶的退伍军人，不，应该说是被打男子，居然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他太老实了。面对路虎女士的友好问候，这个男子居然不还手，这是什么行为？难道他不知道在现代社会，我们要提倡以暴制暴吗？
陆虎女士用她柔弱的双手给了他几下，他居然无动于衷，这不是在无声地嘲讽陆虎女士的力量很弱小吗？更可笑的是，这个男子居然掏出手机开始录像。请问你是在拍抖音吗？陆虎女士好不容易有机会上一次热搜，你却要用如此业余的手法来记录，这不是存心破坏陆虎女士成名的机会吗？最令人发指的是，这个男子竟然是个退伍军人。请问你当兵是为了做一个窝囊废的吗？你在部队学的格斗技能都喂狗了吗？面对一个弱女子的进攻，你居然不敢还手，这是在侮辱我们强大的国防力量。根据最新的老实人受欺负指数显示，像这位退伍军人这样的老实人，在日常生活中被欺负的概率高达 99.9%。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数字啊！难道我们的社会就是要鼓励大家做一个让人讨厌的老实人吗？为什么我们要同情老实人？我们难道不应该反思这样的社会问题吗？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里，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总有人在为老实人民不平？让我们来看看那些可笑的论调。老实人容易被欺负，这不是废话吗？你老实就是用来被欺负的呀。就像陆虎女士，她不老实，看看多么威风凛凛，多么令人敬畏。社会对待老实人不公平，拜托，公平是什么？能当饭吃吗？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你不强大就要被淘汰，这不是很正常吗？我们应该保护老实人。为什么要保护老实人？保护了老实人，那些像陆虎女士这样的社会精英怎么办？他们找不到老实人欺负，难道要去欺负那些不老实的人吗？那多危险啊！根据中国老实人生存现状调查报告显示，全国约有 6.5 亿老实人，占总人口的 46%。这些人每天过着战战兢兢的生活，生怕被别人欺负。而另外 54% 的人则活得逍遥自在，想干嘛就干嘛。这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结构吗？经过这次事件，我们终于明白了一些深刻的道理。开豪车就是有理。据统计，在交通纠纷中，豪车车主获胜的概率高达 78%。陆虎女士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要想在这个社会立足，首先要有一辆豪车。大声就是道理。研究表明，在争执中嗓门大的一方有 65% 的几率能让对方屈服。陆虎女士用她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大家一定要多练练嗓子，力量是最好的沟通方式。根据中国人际沟通方式调查，有 32% 的人认为，在言语无法解决问题时，使用力量输出是一种有效的沟通手段。陆虎女士完美诠释了这一观点。法律是用来保护弱者的。看看陆虎女士，虽然打了人，但最后不是只被行政拘留吗？这充分说明了我国的法律是多么的人性化，多么照顾弱小群体。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向陆虎女士学习，抛弃那些过时的道德观念，做一个有尊严的现代人吧。记住，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拳头大的人才有话语权。至于那些软弱的老实人，就让他们继续当沉默的羔羊吧。最后，让我们为陆虎女士唱响赞歌。她不是老虎，她是一只可怜的小白兔。她不是力量输出分子，她是新时代的弄潮。她不是违法者，她是法律的践行者。陆虎女士，您太委屈了。